大家好，我是财先生，欢迎来到财商成长频道。这世界上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有规律的。如果你想成为一个老板，就必须拥有老板的思维；你想创造财富，就必须了解财富的规律。这一集影片，我会将我创业成功所总结出来的7个心得重点，分享给想要成功创业的人的黄金法则。无论你是正在创业，或是已经有自己的生意在运作，只要能弄懂这7个规律，一定能给你的事业带来飞跃性的进展。或许你现在经营的事业正遇到难题，也都能够从这集影片里面获得一些帮助，将你的企业越做越好，越做越大。顺带一提，这个频道是帮助大家培养财富思维，请记得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你将不会错过财富的免费讯息，并且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好了，那么我们进入正题。法则1：生意从小做起。这意思是说，创业的起步阶段应该是零成本或是低成本就可以启动，千万不要一开始就想着要做几百万的生意。大家别误会啊，我的意思不是说要删掉大目标，毕竟雄心壮志还是要有的。但是在创业初期，一切以获利为目的，不要因为这个生意小就不做。关键是否这个生意能值得做，是否适合自己做，最重要是否能够为你产生盈利。而这条盈利的点是否能够持续的维持下去，甚至扩大。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，觉得创业就是要搞个大的，觉得利润就是要足够大才算赚钱。可是对大多数人而言，经验是不足的，资金是缺乏的，对市场的定位是不准确的。这些困难都需要创业者自己去解决。如果一开始就投入很多资金，最后没有获利的话，就会跌得很惨，甚至很可能从此不敢创业。因此对于一般人来说，想要通过创业或副业从普通的阶层跳脱出来，就要先从低成本的创业项目开始做起。我以前见过一些朋友对一些比较低端的行业都看不上眼，比如做机械的，比如做传统糕点的，觉得这些行业太粗糙不起眼，觉得自己拥有高学历，根本就不应该去做这些事。可现实是，这些传统没人做的行业缺乏创新，这也意味着想要从这些传统行业里面赚钱，其实创新就够了。我在网络上就看过把传统糕点加入故事元素，做成伴手礼，制成品牌，然后在传统糕点这个领域里脱颖而出，最后还成功上市了。所以一间企业能否做大，跟从事什么行业没有关系。相反的，生意从小做起，一样可以赚大钱。记得，越多人看不上的，反而是越赚钱的。法则2：选择利润率高的行业。利润率7成以上才是好的创业项目。7成以上是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，假设你这个月营业额100万，那你还要扣掉成本、人事、店租、水电等等的费用，扣掉之后净利润还有7成，也就是70万，这样才是利润率高的行业。你看外面很多做餐饮的，生意很好，翻桌率很高，老板每天忙得开开心心，但每个月结算时，营业额看似很高，但成本也很高，总结下来净利润只有几万块，有些月份还会亏钱。这些原因都是因为利润率低的原因，所以大家要去选择利润率高的去创业。那目前有哪些行业呢？就我所知，目前创作型的行业，或是跟网络领域相关的行业，这2类的行业做得起来的话，至少都有70%以上的利润率。以创业的角度来看的话，低启动资金跟高利润率，光这2点已经足以让你避开绝大部分的创业风险了。法则3：选择没有仓储管理的创业项目。基本上创业要处理到仓储这一块，风险跟难度就会上升很多。很多人创业会失败，都跟仓储管理有关。很多人都是要踩过这个坑才会知道。那说到不需要仓储的创业项目，其实蛮推荐大家去做群众募资这一块。什么是群众募资呢？首先在网络平台联系赞助者或消费者进行预售的一个流程。这个方式的好处就是说，可以先测试一下市场的需求热度，确定有需求之后，你再投入生产。因此就没有仓储库存的问题，而且因为是预售，所以可以先拿到资金，再用这些资金去投入生产。这种模式基本上就是零风险，因此建议大家也可以考虑到这种创业模式。法则4：瞄准女性市场。我们要知道，即使在现代大力提倡男女平等的时代，很多家务事都还是女人在做的，而男人赚钱，女人花钱是自古以来最天经地义的事了，在现实生活中再常见不过。你看那些最赚钱的化妆品、珠宝行业、服饰行业等，都是女人买单居多，甚至是日常用品、居家食品也都是由女人做主的。所以想要赚钱，就必须瞄准女性的市场。另外一点就是，女人天生是比较感性的，而男人比较理性，
在两者的比较之下，女人的钱自然比较好赚。法则5：充分的成本控制。这呼应了前面提到的利润率高，创业要想要成功，就必须有足够的盈利空间。除了利润率要高之外，就是成本控制了。这决定一间企业是否能够生存下来，或者是否能够持续做大的。成本就像是企业背后的水管，控制得越好，流出去的水就越少。有些生意明明利润很可观，营业额每年也不错，但是老板却高兴不起来。我们就很好奇，为什么明明生意很好，老板却还是整天愁眉苦脸的呢？因为生意好是好，实则隐形成本很高，搞得瞎忙了很久，却还是没怎么看到钱。而这背后的关键就是成本控制了。如果说赚的钱就好像为企业输入血液，那控制的成本就是为企业止血，是决定你净收入多少的地方。法则6：获得顾客的信任。任何一种生意在做的，不外乎就是赢得消费者的信任。如果你想要把手上的东西卖出去，想要让别人愿意付钱给你，就必须先让他愿意相信你，相信你是对的，相信你是好的，而不是一味的介绍你自己的产品。客户不需要知道你的产品有什么含量，有什么成分，他们想要知道的是买了你的产品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。打个比方，如果你是一个水果商，你想要把手上的西瓜卖出去，就不能只能说是西瓜很甜很好吃，从哪里进口的，除非当时顾客很想吃西瓜，否则并不会因为这样特地花钱跟你购买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就显得很被动了，是在等待别人来主动跟你购买。而一个成功的水果商，他会怎么做呢？他会知道说这么多是没有用的，并没有解决到客户信任的问题，所以他愿意把几个西瓜免费剖开来做成样品，放在摊子面前展示给路人看，让人看到他的西瓜是货真价实的。而如果有人看到好几颗果肉都那么肥美，就算价钱高一点，他也愿意买下来。我们要知道，客户不买单是因为心里有疑虑，只要你解决了他的疑虑，也就赢得了他的信任。有钱人为什么这么喜欢捐钱？大公司为什么那么喜欢做慈善？无非就是这些活动能够为企业迎来别人的信任，相信这间公司是善良的，是有使命感的，是懂得回馈社会的。不知不觉间，在消费者的心里埋下一颗信任的种子。想要赚大钱，就要先懂得培养客户的信任，在他们提问题之前，就已经把所有的问题答案先说出来了，提前解决他们心里的问题。法则7：用钱赚钱，这个很重要。在事业做起来之后，就要懂得用钱生钱，让金钱为你工作。我们都知道，不是每天的生意都是处于高峰期的，生意一定会有高低起伏。因此，在生意稳定后，一定要懂得累积资金，用大钱生小钱，持续拓展生意的管道。这是一间企业能够持续做大的必经之路。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：做生意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这讲的就是商场上的规律啊。大多数人认为拥有老客户就等于是拥有稳定的铁饭碗了，有了基本的生意来源。但是这种想法足以让自己的客户淘汰掉自己。尤其是现在科技飞速的发展，很多老企业的服务和技术已经跟不上眼前客户的需求了，现有的服务已经无法满足他们，所以想要让你的企业生存下去，就要与时并进，不断的更新自己，不断的提升自己的产品或者服务，甚至持续寻找其他潜在的客户，拓展新的客户群，走在客户的前面，引导他们。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你的生意持续的盈利和壮大起来。最后，拥有坚定的意志，这点是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。这是创业者成功的根本。想要创业成功，就一定要有不屈不挠的意志，不要害怕困难，不要害怕风险，因为创业者本身就是在解决风险。你能解决的问题越多，你能赚到的钱也就越多。很多成功的创业者一开始本身也是没什么钱和资源的，很多能力他们也都不具备，靠的就是敢打敢拼的毅力。遇到难题呢，就想尽办法解决。没有资金了就找融资，没有人脉就想尽办法混进富人圈。最重要的是自己做的一切事情都能够为企业带来结果。换句话说，一个成功的创业者知道当下应该做的是什么事，他们并不会因为自己不想做或害怕而不做，他们的理性占绝大部分。只要是为了达到目标而必须做的事情，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去完成。如果一个人没有这种意志，那还是别选择创业这条路了，因为这条路上比你想象的要难得多，当然能得到的结果也绝对值得。以上就是做大生意、创业的7大黄金法则。最后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给我，只要今天的影片对您来说有帮助的，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点，我就认为有价值了。那么
如果您不想错过任何关于财富思维、达成财富自由的免费讯息，我还是呼吁您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并且按赞及分享这部影片。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朋友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好了，我们下部影片不见不散。